人脈經濟崩塌，縣城婆羅門要被時代拋棄了。你知道中國縣城最焦慮的人是哪一種人嗎？不是月薪3000的打工族，也不是起早貪黑的個體戶，而是那群曾經在飯桌上推杯換盞的縣城婆羅門。很多人都聽過這個詞，但是卻沒有一個明確的概念。簡單來說，他們是在縣城裡擁有一定的人脈資源和地位的群體，或是醫生、教師、公務員這樣體制內的人員，或是靠承包工程發家的商人，或是壟斷本地優質資源的地頭蛇。在縣城這個小天地裡，他們就像是隱形的貴族，左右着當地的經濟命脈和人脈網絡。縱使看着收入不高，也有着非比尋常的體面。但現在這群曾經风光无限的县城婆羅门正在被時代悄然拋棄。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？這背後又隱藏着什麼樣的社會變遷？讓我們來先看一組數據。根據北京日報的報道，1990年我國縣城常住人口数為9.44億人，占全国總人口的比重為81.4%。而到了2020年，我國縣城地區對應的人口規模只有7.25億，下降了約20%。这種人口流失直接導致了縣城關係社會的崩塌。你可能會問，為什麼一定要人口多，婆羅門的權力才能維持？因為縣城的權力遊戲從來都是建立在資源稀缺和信息不對的基礎上。20年前的城鎮化浪潮不僅為各地帶去了舒適的生活環境，還讓一批人賺得盆滿缽滿，修路、建公園、開發房地產。一些人憑借着關係網和信息差，早早介入這些工程，從中順利分得巨額利潤。哪怕提前知道哪裡要開通地鐵，過去買房開店，也能完成早期的財富積累。在這樣的環境下，能力、才華、眼光都是虛的，只有人脈關係是最好用的。以前自己家孩子想上個好學校，進個好班得找人，家裡老人想掛專家號得找人，個體戶想要辦個證不托關係，等3-5個月是常事。正是因為這種稀缺性，讓掌握資源的人能夠將其轉化為實際的利益。可是現在年輕人大量外流，留下的只有老人和孩子，醫院床位空着，学校招不滿人，政府庄庫门可羅雀，婆羅門的資源再也賣不上好價格了。一句話，人都走了，你再有關係又有啥用？互聯網的出現和經濟數字化轉型，又往縣城婆羅門心窩上捅了一刀。現在幾乎所有的事兒都可以在網絡上解決，醫院掛號直接關注公眾號自己預約即可，買火車票12306讓你不求人，就連政務工作也開啟了線上化辦公。就拿杭州來說，这里辦幾乎能解決你生活中80%的問題，有啥事直接按照流程報備申請，從出生到入土的一條龍服務，壓縮了某些人托關係辦事的空間。當透明化、流程化、平台化正在成為社會主流，縣城婆羅門的人脈就沒啥用了。畢竟某些縣城婆羅門只是資源的搬運工，並沒有解決問題的能力。除此之外，縣城婆羅門的崩潰還有一個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原因，那就是年輕人開始掀桌子了。以前很多人都認為走婆門是個理所應當的事兒，一個崗位3代人繼承也是常有的事兒。假如你在這座城市裡沒有關係，吃虧了也只能咬碎牙往肚子裡咽。但是現在年輕人呢，他們拒絕人情社會那一套，更強調公平和規則。遇到不公平的事兒，他們會直接舉報投訴，甚至利用社交媒體曝光。當特權行為暴露在聚光燈下，任你是縣城婆羅門也難逃全民審判。像之前的北京檢閱和最近的天價耳環事件，都在向我們表明，現在很多縣城婆羅門已經無法一手遮天了。今天嚣張跋扈，明天被人發到網上就吃不了兜着走。更典型的例子就是公務員考試，從筆試到面試，每一層結果都需要向社會公示，只要成績作假或者審核有問題，被人舉報，隨時都會被取消成績。說到這裡，可能有人會疑惑，我身邊那些縣城婆羅門還過得挺好的呀，每天開着豪車，打着麻將，生活看起來還是那麼滋潤。表面上看確實如此，很多經濟一般的縣城，人均收入可能只有2-3千。相比之下，有存款、有房產、有穩定工作的县城婆羅门還是很有優勢的。但是實際上，他們已經處在了結構性衰退的邊緣。縣城婆羅門最早的財富來源是城鎮化帶來的工程紅利，而現在中國經濟轉型靠房地產和基建投資的時代已經結束了，沒有幾百上千萬的項目讓他們中飽私囊，某些婆羅門秘而不宣的福利也隨之減少。這不是某個人或者某個群體的問題，而是中國城鎮化進程中的結構性變革。縣城的舞台正在重建，關係經濟讓位於規則經濟，資源配置從人治走向法治。當縣城人口進一步萎縮，資源、財富甚至權力都在大城市集中時，縣城婆羅門就離滅亡不遠了。